讲到听诊器，你脑中浮现的画面可能跟200年前的差不多，对吧？但如果我跟你说，现在最新的听诊器不只会听，它甚至还会思考呢？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个 EcoCore 500数位听诊器，看它这个小小的东西是怎么掀起一场心脏诊断的大革命。好，今天我们会这样来看这件事。首先呢，会先带大家回顾一下听诊器的演进史，然后我们会来拆解一下它的新硬体，看看它那个所谓的 AI 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会看看临床数据怎么说。最后，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这对未来的医疗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OK，所以要了解 Core 500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得先来趟时光旅行，回到过去，看看这个我们印象中再熟悉不过的工具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看，整个发展历程其实很清楚，最早就是很单纯的，靠着空心管子把声音传到医生耳朵里。后来呢，进入数位时代，开始有可以把声音数位化、放大的外挂装置。但到了今天，你看这个 EcoCore 500X，它已经是一个完全整合的设备了，把数位声音、心电图还有一个荧幕全部塞在同一个装置里。这真的可以说是从单纯的传声跳到一个全新的运算时代咯。所以说，这个运算能力到底有多强？讲了这么多，不如我们直接把它跟它的前辈们摆在一起比一比，你一看就会明白这中间的差距。哇，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好，我们来看这张比较表，你看，马上就看出几个超关键的突破。首先，最明显的，它完全摆脱了那根传统的空心管，声音是全数位化的，直接传到耳机里。再来，更厉害的是，它居然直接在装置上面就整合了一个全彩萤幕，还有一个专业级的3导程心电图，这真的不一样了。没错。这个3导程心电图可以说是整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你想想看，这让听诊器不再只是一个用来听的工具了，它变成一个可以同时收集声音和电子讯号的多功能诊断设备。这代表医生在看诊的当下就能立刻掌握到更多不同面向的数据。不过，它的厉害之处还不止在硬体。它真正的核心威力其实是它分析资讯的能力。它不只是听到声音，它还会去解读这些声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专门为心脏打造的认知引擎。你看它内建了哪些技术？首先，它有超强的主动降噪，还有3种不同的音讯滤波模式，这让医生不管在听心脏、肺部还是其他声音时，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然后，那个机身上的全彩萤幕真的很重要，因为医生可以及时看到心率，看到心电图波形，不用再低头去看手机或平板了。整个看诊的流程就顺畅多了，对吧？好，接下来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科幻，语义及图像重构，听起来很吓人，对不对？但你先别急，这其实是理解 Echo AI 到底在做什么的一个超棒比喻。我们用个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般的 AI 可能只是帮你把杂讯去掉，让声音变干净。但语义及重构不一样，它不只是接收讯号，它还会去推断讯号背后的意义。就像我们看一张模糊的图，我们的大脑不只看到像素，还会自动脑补出这是一张人脸。Eco的 AI 对声音做的就是这件事，它不只是听到一个讯号，它是在推断，这听起来很像新杂音。这就是从单纯的听到进化到真正听懂的巨大差别。OK， 功能听起来很炫，技术也好像很厉害，但你知道的，在医疗领域，光说不练是没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东西在真实世界真的有用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数据吧。这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大型研究，叫做 Tricorder Study。他们就在第一线的基层诊所去验证 Eco 这个 AI 听诊技术到底有没有效。
跟你说，结果出来还真的蛮惊人的。我们先来看心脏衰竭的侦测。你看这个图表，在使用 AI 辅助之后，医生发现心脏衰竭的比例整整提高了 2.3 倍。你想想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有更多原本可能被忽略的病人，能够在更早的阶段就被发现，然后接受治疗。再来，我们看看心房颤动，也就是 AFib。这是一种很常见，而且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心律不整。你看这个数字，侦测率竟然提高了 3.5 倍，这个数字真的非常非常可观。还有瓣膜性心脏病，AI 的辅助也让早期侦测率几乎翻了1倍，来到 1.9 倍。这些数据都说明了一件事， AI 真的能帮助医生看得更准、更早。而且不只是一个研究这么说，这项技术的实力是受到全球认可的。它拿到了美国 FDA 的上市许可，也获得了英国国家健保署，也就是 NHS 的正面评价。他们认为这在训练和专科会诊上都很有帮助。所以这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东西咯，是真的在临床上发挥价值的工具。好，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了什么？是不是说 AI 未来就要取代医生了？其实不是，更精确的说，这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医生跟工具之间更强大的合作关系。你可以这样想，医生就像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负责解读复杂的战情，做出最终的决策。而这个智慧天正气呢，就像一个最顶尖的情报官，他能够快速准确地提供最客观的数据，过滤掉所有杂讯，甚至标示出潜在的威胁，让指挥官能够专心做最重要的判断。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哦，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第一，它解决了传统听诊器最头痛的几个问题，像是噪音干扰。第二，它在看诊的那个当下，就把声音和心电图这2种重要的资料流整合在一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用 AI 赋予了医生更强的洞察力，结果就是能够更早、更准确地发现严重的心脏问题，这对病人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这就带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当我们手上的诊断工具不再只是被动的接收器，而是开始能够思考，成为诊断过程中的主动伙伴时，这不仅让我们去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医生这个角色的定义本身又会迎来什么样的演变呢？